林哥早，外面这风刮得跟刀子似的，太冷了。林哥，这位是怎么大清早的在咱们店里？店里生意越来越忙，一个人顾不过来大厅，就招了个帮手。她是我远房表妹，叫初一。以后大厅的端茶倒水、收桌和卫生都归她，你就坐在收银台管点单和结账就行。啊，表妹？她性格有点内向，不太爱说话，我就把她留在店里了。你平时在大厅多带带她。还有，一会儿刘妈要来报道，要是来了，先让她找团团玩会儿，我忙完就过来。初一姐，你好呀，我叫苏小小，有什么不清楚的地方可以随时过来找我。林哥，你这表妹长得也太标致了吧？就这长相，去当个大明星都绰绰有余，在咱们这小饭馆里端盘子擦桌子，是不是太屈才啦？干活去把收银系统整理好，准备开门。好嘞。爸爸，去洗脸刷牙，一会儿吃早饭。初一阿姨早。林老板，可算开门了！快，给我弄2碗至臻牛肉面，再来2份肉末酿豆腐，冻死我了！我也照旧，1份面加1份豆腐。好嘞，李总、陈董，你们先坐，单子我直接给你们下后台了啊。大勇，这姑娘谁呀？长得这么俊，怎么在店里端盘子？我也是头一回见。小苏，这大美女是老林新招的伙计啊，看着挺面生啊。李总，这是林哥的远房表妹，她不爱说话，林哥怕她在外面找工作受欺负，就把她叫来店里帮忙了。你们可别一直盯着人家看。哎呦，原来是老林的表妹，我就说林老板这店卧虎藏龙吧，这长相当明星都够了。行了，你别老盯着人家看了。难怪把她带在身边。林老板这人表面看一个单亲爸爸带着女儿在江城开了家小面馆，手艺好到时刻冒着刀子风排队也要吃。没人知道他揣着一个系统农场顶级食材随手就种，也没人知道新来的冷脸表妹根本不是人。抚养权官司开庭在即，餐饮巨头又盯上了他的铺子，这碗面里的乾坤比汤还深。这也太好吃了吧！而且吃下去胃里暖烘烘的，刚才那股抽抽的疼劲儿都没了。我没骗你吧？老林这手艺，别说328，你就是打着灯笼在江城也找不到第2家。赶紧吃，一会儿凉了。还是第一次来林老板的店里，真漂亮啊！刘妈好，来这么早？我没啥事儿，一路溜达过来的。林哥说等他忙完就过来，看谁来了。林哥，刘妈来了，在那里陪团团玩呢。我这就过去。林老板，忙完了啊？忙完了，坐下说吧。小小也跟你说了一些基本情况。现在店里一天忙起一天，我一个人在后厨忙不过来，到时候你就在后厨帮我配点菜就行。没问题，这活儿很简单，我在家就经常做饭。那就好。一进腊月，小店的生意一天比一天忙，天没亮透，店门口就排上了队。林凡新招的帮手一亮相，满屋食客眼睛都直了。远房表妹初一，模样能当明星，就是冷的一句话没有。后厨也来了位实在人刘妈，工资直接开到原来的2倍。小店不大，人心越聚越齐。林哥太棒了，这天寒地冻的，吃上这么一碗热乎乎的疙瘩汤，简直是给个神仙都不换。小心烫，
吹吹再吃。爸爸，好吃。林老板都说你的厨精湛，今天算是尝到了，但是这个汤就比外面的强太多了。林哥，下午没课，我先回宿舍补个觉了。去吧，路上慢点。刘妈，店里上午打烊，下午没事就可以下班了，上班时间很宽松。我洗完这里就回去。明天正式上班。王律师，怎么了？林老板，法院通知明天开庭了，苏青的代理律师会过去。需要我提前准备什么？什么都不用，我去就行了，也就是走个过场，板上钉钉的事儿。等庭审结束，抚养权就彻一碗西红柿疙瘩汤下肚，全店人直呼给个神仙都不换。热汤还没喝完，王律师的电话来了，明天开庭，板上钉钉，团团的抚养权十拿九稳。苏青对赌到期，自身难保。这官司看着是走个过场，可林凡心里清楚，了断之后才是真正的新开始。终于要有个了断了，属于我的谁也拿不走。接下来的目标就是努力赚钱，做大做强，开遍江城乃至全国。过几天该去看看房子，老是租房子也不是个办法。系统进入农场。盘下小店开张以来，每天的营业额、农场作物的成熟收割都会转化成相应积分。这1个多月下来，已经是一笔颇为丰厚的家底。之前营业额达成阶段性里程碑的时候，系统不仅奖励了仿生市镜头一转，林凡进了系统农场，开店1个多月的营业额全换成了积分，里程碑一达标，奖励哗啦啦到账。仿生逝者初一就是这么来的。这回商城跟着升级，解锁了云雾白茶树苗，高海拔、云雾缭绕的好茶，30倍时间流速一催，新芽眼见着往外冒。在系统30倍时间焚速和特殊土质的加持下，这几株茶树只要种下去，很快就能抽出新芽。等茶叶采摘下来，用天工坊的石磨稍加烘焙加工，店里冬天就能多一道暖胃的热茶了。爸爸，睡醒了？阿姨，你在睡觉吗？阿姨，你看，这是我画的小鸭子，还有虾饺。对啦，阿姨真聪明。阿姨，虾饺很乖的，你摸摸它，它会打呼噜哦。团团，别缠着阿姨了，准备吃饭了。爸爸晚上吃什么呀？晚上喝白萝卜排骨汤。白茶的加工工序在所有茶类中最自然。白茶的讲究在所有茶类里最自然，不杀青，不揉捻，只讲尾雕和干燥。空谷幽兰虽好，喝一口少一口。云雾白茶不同，只要积分够，茶苗批量种，源源不断。再用天工坊的石磨稍加烘焙，冬天暖胃的热茶就有了。林凡盘算得明白，店里缺的那口热乎气，就靠它补上。好茶，空谷幽兰茶也是绝顶好茶，可惜商城里没得兑换，喝一次少一次。而眼下这云雾白茶却不同，只要积分够，就能兑换茶苗批量种植。店里刚好需要这么一道能暖胃安神，又能源源不断供应的热饮，来撑起菜单。
哥，你今天熬的什么汤？怎么有一股特别好闻的茶香味？太好闻了，清幽干净，带着一股子让人心神宁静的空行感。真是，这个茶香好特别啊，从来没闻过。不是汤，昨天弄了点新茶，你俩尝尝看。林哥，我刚才在外面走了一路，冻得快要失去知觉的脚趾头，一会儿都感觉暖和了过来。林哥，这是什么茶？也太好喝了吧！这茶叫云雾白茶，最适合大冷天用来暖胃。客人们在外面排队冻得够呛，进门要是还只给人家上一杯没有味道的白开水，确实说不过去。从今天开始，大厅里的迎客水，新茶一下锅，满屋都是清冽茶香。初一和苏小小一人一杯，冻得发麻的脚趾头都暖了回来。大冷天的，总不能让排队的客人还喝白开水。林凡当场拍板，从今天起迎客水全换成云雾白茶，免费喝完还管续杯。苏小小之啧舌，这茶搁高端茶楼一壶卖大几百，他居然白送。老林这店什么都好，就是这规矩太磨人。不到8点那是不开门啊！行了，你就少说2句吧。为了这口吃的，受点冻也值当。你看看大家伙儿，不是也在后面安安静静的排着吗？我算是开门了，冻死老子了！唉，老规矩，老规矩，3碗至臻牛肉面，3份肉末酿豆腐，还有再给我媳妇儿来个番茄炒蛋尝尝。咦，今天换杯子了，以前不都是那种透明玻璃杯装吗？清透的浅意黄色茶汤，水面上还漂浮着几根竖立的茶芽，茶芽表面覆盖着一层极其细腻的银白绒毛。这是白茶。老陈，你一惊一乍的干什么？不就是杯热茶吗？我操，林老板！你这是在水里下了什么仙丹妙药了？怎么一口喝下去，我感觉我全身的毛孔都舒坦的张开了，吓我一跳，一惊一乍的。冬天冷，店里添了点新茶，随餐送的，喝完可以续杯。免费送？你这手艺绝顶就算了，连拿出来带。8点开门，冻僵的食客涌进来。老规矩，3碗牛肉面。陈董端起新茶杯就愣住了，浅黄茶汤，茶芽竖立，满披白毫，这是顶级白茶。一口下去，全身毛孔都舒坦的张开。老食客说的透彻，用钱堆出来的奢华，哪比得上这杯浑然天成的清茶？一壶卖个1800的，我也绝对天天来买单。就冲着喝完浑身通透的舒坦劲儿，比外面那些强太多了。好东西远比钱重要，外头那些用金钱堆砌出来的奢华，往往带着掩饰不住的铜臭味和刻意，哪有这里的一杯清茶来得浑然天成？李哥、陈总，您的至臻清汤牛腩面好啦，小心烫哦。老林啊，商量个事儿呗，你这白茶实在太对我胃口了，你按市场最高价卖我2两就行，我带回家给老爷子也尝尝。大勇，你就别费那心思了，这种级别的白毫银子，看成色和香气，估计老林手里也没多少存货，哪是你能随便买走的。陈董眼光确实高，一口就喝出了不凡，但他要是知道这茶是系统农场批量种出来的，估计眼珠子都能瞪出来。只要积分够，根本不愁产量。这茶定位就是辅助菜品的，单卖就本末倒置了，真标上天价，明天门外排队的就不是食客，全是倒茶的黄牛和附庸风雅的人，店里乌烟瘴气的，反而砸了招牌。陈董有眼光，但这茶不卖。李总，大勇按捺不住，出市场最高价要买2两回家，孝敬老爷子。陈董一句话点破，这种成色的白毫银针，老林手里能有存货就不错了。林凡笑着立规矩，茶不卖就配着菜喝，想喝天天来排队，他心里门清，真标上天价，明天踩烂门槛的就是黄牛。老林，明天早上老规矩，给我留着啊！先到先得。林哥，
哥，救命啊！这鬼天气简直了，我感觉我都要冻僵了。秦少，今天这风刮得这么邪乎，你怎么跑过来啦？哎呦，别提了，小苏，我家老爷子非逼着我去隔壁市谈个新能源的项目，今天一早又冒着这邪风赶回江城，我这胃里现在就像是塞了块冰砖一样，一阵阵的抽着疼。我刚下高速，连家都没回，第一脚油门就奔着林哥这儿来了。只有林哥的手艺能救我。顶着能掀翻车的寒风，秦朗冲进店里，胃里像塞了块冰砖。刚下高速，家都没回，直奔这碗清汤面，2碗下肚才算活过来。他端着 VIP 的架子跟初一搭讪，人家连个眼神都懒得给。可他这趟不只是蹭饭，昨天的私人晚宴上，有人在打听林家铺子，来头不小。你好啊，我是林哥的铁哥们儿，叫秦朗。以后在江城遇到什么麻烦，你尽管提我的名字，绝对好使。林哥，你这表妹气质是真绝，但这也太高冷了吧！我好歹还是你店里的 VIP， 怎么的理都不理我一下？她只是不想说话，性格问题，你少去招惹人家。哟，林哥，今天店里茶水换了，连水杯都换成白瓷的了。小苏，这茶我刚才可没点了，你们是不是上错了？就这成色和满批的白毫，起码是核心产区的顶级货。秦少，您就安心喝吧，这茶没上错，这是咱们店里特意给客人们新添的，随餐附送，不收您1分钱。免费？林哥，你疯了吧？这种级别的极品白茶，外头有钱都买不到，你居然拿来当大厅的免费茶水？大惊小怪什么？喝你的茶，天冷这茶不伤胃，喝了暖身子。神了，林哥，你这店简直绝了，连弄出来的茶都能这么好喝。老子这回是真的活过来了。林哥，也就是你这儿，换了别的地方，我这条命今天非交代在这寒风里不可。林哥，我今天顶着这能把车掀翻的寒风赶过来，我是专门来给你送个信儿的。什么信？我昨天不是去隔壁市谈新能源的项目吗？晚上被拉去参加了一个私人晚宴，宴会上全是圈子里的人物，我听到了有人在打听你这家林家铺子，打听你的是鼎丰餐饮集团的人。林哥，这鼎丰集团可不是什么善茬，他们是数一数二的餐饮巨头。这2年，鼎丰一直在各地疯狂扩张，他们最喜欢干的事就是到处搜罗像你这种名气刚起、手艺绝顶，但又没有资本背景的私人餐馆偏内放，然后砸重金强行收购你的配方和招牌。你要是同意了还好说，拿钱走人；你要是敢拒绝，他们会动用力量，直接垄断你的上下游供应链。他们能让整个江打听林凡的是鼎丰餐饮集团，这尊餐饮巨头最爱搜罗有名气没背景的私馆，砸钱强收配方，敢拒绝就垄断供应链，高薪挖人，雇人闹事，直到你关门大吉。秦朗急得跳脚，林凡却稳坐钓鱼台，顶级食材全来自系统农场，这世上没人卡得住他的脖子。就一个藕？林哥，这可是鼎丰集团啊！他们要是真动用资本切断你的食材供应，你这面馆就算有通天的手艺，没有顶级的牛腩和黑山猪肉，你也做不出现在的味道啊！巧妇还难为无米之炊呢。断我的供应链，这帮搞资本的怕是做梦也想不到，林家铺子所有的顶级食材全来自我的系统农场，只要系统不宕机，这世上没人能卡我的脖子。秦朗，谢谢你的提醒。不过开门做生意，和气生财，不管他是鼎丰集团的总厨，只要他进了这个门，想吃东西就得乖乖排队。菜单上有什么他点什么，每天先到先得。但如果他是来闹事儿的，那就让他从哪儿来的回哪儿去。这店里的东西除了我，谁也拿不走。再说了，不是还有你们吗？嘿嘿，也是，咱们兄弟同心，其利断金。行吧，既然林哥你心里有数，那我就不多嘴了。真要到了那一步，我们秦家还有其他几个家族绝对不会袖手旁观的。在江城这1亩3分地上，还轮不到他们来砸咱们的饭碗。行了，赶紧回去吧，外面风大。得嘞，林哥你忙，我先撤了。现在开庭，依照法定程序核对双方身份，告知庭审权利与义务。被告方代理人陈述诉讼请求与事实理由。法官您好，我方当事人林凡全权委托我方出庭，诉求为依法取得未成年子女林宇团的完整抚养权。首先，我方当事人收入稳定，居所固定，无任何不良嗜好，
多年来始终持续稳定的陪伴孩子成长，能够为孩子提供安稳优质的成长环境。其次，原告苏青女士的苏氏集团深陷上市对赌危机，协议即将到期，资金链紧张，债务压力巨大，个人生活与事业均处于极度不稳定的状态，根本无力保障孩子的正常生活、教育与成长需求。我方提交孩子长期跟随被告生活记录、教育缴费凭证等实质证据。除此之外，我方另有2项关键证据。第一，经正规医院诊断证明，原告苏青患有神经性代谢阻断综合征，该病症属于不可逆慢性疾病，无法彻底治愈，会长期影响患者的情绪控制、行为判断力与身心状态，无法稳定履行抚养监护职责。第二，我方提交医院监控录像、现场证人证言等，足以证实原告此前擅自闯入医院，强行拉扯正在输液治疗的女儿林雨团，意图蛮横带走孩子，过程中动作存在明显的过激暴力倾向，严重威胁未成年人身心健康。以上所有证据足以证明我方抚养条件远优于原告。原告方代理人进行答辩。审判长，我方不认可被告方的片面举证与主观推断。抚养权裁判的核心是亲子陪伴与情感羁绊，绝非单纯比拼物质财力。苏青作为亲生母亲，自孩子降生起日夜照料、贴身陪伴，这份深入骨髓的母子亲情是原告常年缺位，单纯靠物质供应永远无法替代的。至于苏氏集团的经营问题，属企业阶段性经营调整，上市对赌协议未到最终违约节点，网传债务危机、资金断裂均是不实传言。我方当事人手握优质资源，具备极强的风险兜底能力，短暂的市场变动不影响抚养能力。原告方刻意放大风险，恶意抹黑，以此剥夺合法抚养区，于理不公，于法无据。这几天我查到苏青重疾住院，多套房产被查封，债务逾期，对赌失败已成定局，但我不能认。只要我咬住情感优势，弱化财务危机，未必没有翻盘机会。只要我不承认危机，对方就没法彻底锁死胜局。阶段性经营调整，被告的对赌协议到期即触发巨额赔付条款，公开公示的财务数据足以证明其资金链濒临断裂，并非短期波动。孩子成长需要长期稳定、可预期的生活环境，而非充满未知风险的动荡境境。若将孩子交由被告抚养，严重不利于孩子身心健康与成长发展。完了，对方证据全是实锤，没有半点漏洞。我刚刚的慷慨陈词，全是没有任何佐证的空话、假话，一戳就破啊！审判长，被告方夸大其词，资产冻结不代表无力抚养，背负债务不代表生活困顿。苏青身为企业创始人，人脉资源广泛，随时可以化解危机。孩子跟随生母成长，更切合天性，这是法定的优先考量因素。不能仅凭一时的财务状况就粗暴抛弃母子亲情。对方代理人纯属避重就轻，刻意隐瞒关键事实。首先，被告患有不可逆的神经性代谢阻综合征，一个自身身心状态不稳定、需要长期就医的人，何雷能力稳定抚养孩童？其次，他曾公然闯入医院，对正在输液治病的亲生女儿动手拉扯、强行转院，全然不顾孩子的身体安危。法庭裁判抚养权优先考量孩子的安全与身心健康。原告身患重症，情绪行为不可控，且有暴力倾向，无法给予孩子关爱呵护，反而会对孩子造成持续影响。健康成长不能寄托于无缥缈的可能好转。对方刻意隐瞒病情，隐瞒暴力过激行为，一味空谈亲情，纯属误导。这下真完了，他居然连这么隐秘的事都掌握了实锤证据，所有的辩解全成了笑话。质证辩论环节结束，双方依次做最后陈述。综上，我方证据真实充分，当事人抚养条件稳定，完全契合抚养原则，恳请法庭依法判决，将子女抚养权判归我方当事人所有。我方无补充，尊重法庭审理意见。全场人员起立，宣读判决结果。经本庭审理查明，被告抚养条件稳定，具备充足的抚养能力与陪护时间，长期悉心照料孩子起居，有利于子女健康成长。原告苏青患有重大疾病，身心状态不稳定，且存在当众暴力拉扯患病孩童，意图强行带走子女的过激行为，对未成年人身心健康存在重大隐患。同时，现阶段个人及经营状况存在重大不确定性，无法为子女提供稳定成长环境。判决如下：未成年子女林雨。法庭上，双方律师短兵相接，对方咬住母子亲情不放。林凡这边证据一刀比一刀狠，苏青重疾缠身，对赌崩盘，更有医院监控实锤他暴力拉扯输液中的女儿。对方律师的慷慨陈词被实锤砸得粉碎。法官当庭宣判，团团的抚养权归林凡。悬了几个月的心终于落地，完全归你所有，没有任何争议。对方再无上诉翻盘的可能性。法庭完全采纳了我方全部证据，明确认定苏青不具备稳定抚养条件。加上他此前在医院暴力拉扯孩子、危及孩童安全的行为，已经足以判定他不适宜监护孩子。再加上他企业对赌危机缠身，处境动荡，对方全程无力辩驳，彻底落败。辛苦了，王律师，我知道了。分内之事，判决书后续我会整理好，第一时间拿给你。后续流程我会继续跟进，不用你费心。从今天起，团团的抚养权彻底稳稳落在你手里，再也没人能撼动、争抢。好，王律师有空来店里吃饭，我亲自给你做。一定去。终于可以放下心来了，新的征程才刚刚开始。林哥，刚是法院来的电话，官司有结果了。是王律师打来的，胜诉了。
团团的抚养权。喜讯传回店里，满堂都是笑声。沈曼踩着碎雪上门蹭饭，顺手拎了进口坚果给团团，一顿庆功宴摆开，大伙吃得直呼过瘾。投资的事谈妥了，学区房也提上了日程。刘妈约好明早来熬小米粥，给团团养肠胃。日子眼瞅着蒸蒸日上，可沈曼临走前特意叮嘱了一句：看好苏青。曼姐，快进来暖和暖和，这大冷天的。下点碎雪，冻得人直缩脖子。我刚好在街对面谈完供应链投资的事儿，午饭都没顾上吃，就奔你这儿蹭饭来了。哟，这是遇上什么大喜事儿了？一个个笑得合不拢嘴，我一推门都觉得喜气往外冒。曼姐，你来的正好，抚养权的官司今天判了，林哥完胜，我们正说要好好庆祝一下呢。你拎的这是啥呀？真的太好了！我早上还跟王律师通消息，就怕对方当庭耍花招，没想到这么干脆利落，太好了！这阵子的煎熬终于结束了。心里头这块大石头可算落地了。哦，这是给团团带的进口坚果和一些小零食。对了，团团呢？怎么没见着小家伙跑出来接我？刚才玩累了，哄着上3楼睡觉了，估计得再睡会儿。我说林大老板，这么大的喜事，又赶上我饿着肚子，不得表示表示？我可是都饿得前胸贴后背了。行，中午给大家做顿丰盛的，就当庆功。先坐坐暖和暖和，我这就去厨房忙活，很快就好。今天可算捞着了。林哥，西红柿我洗好了，放这儿了，要不要我帮你剥点蒜？不用，你出去陪着沈曼就行。这儿油烟大，别呛着你。他刚谈完事过来，估计也累，你给他倒杯白茶。知道啦，那我把碗筷先摆到前厅去，等你菜齐了我们就端。我把大陶盘烫好了，盛菜保温。你这手艺真是谁吃都得夸一句。差不多了，再炖2分钟入味儿。你帮我把那盘鸡蛋打了，顺手搅散就行。绝了，还是你这手艺正宗，比隔壁市大饭店做的还香，可把我馋坏了。爱吃就多吃点儿，锅里还炖着汤，一会儿盛。曼姐，你说的那个投资谈下来，后面等你开店了，我带着同学们去捧场啊。好啊，热烈欢迎，到时候给你们免单，帮我在大学城多宣传宣传。对了，林凡，团团以后上学的事儿你盘算没？我瞅着咱们这片的没有合适的位置了，要不往东边找找？正在看，今天吃完饭就打算去看套房子，离重点小学近，带个小院，适合孩子玩。可以啊，都看到学区房了。行，一会儿我陪你去，帮你把把关。林哥，曼姐、刘妈，我先回学校宿舍了，快考试了，得回去赶复习题。路上慢点，下雪不安全，复习别熬太晚，食堂吃不好就过来，我给你做。知道啦。碗碟都收拾妥当了，灶台也擦干净了，我也先回家了。明天我早点来，给团团熬小米粥，蒸鸡蛋羹，得吃点清淡的养养。辛苦刘妈了，外头路滑，慢走。客气啥？团团我也是看着长大的，有事儿随时喊我。对了，今天过来除了蹭饭和说投资的事，
还有2件事跟你说。一件事之前托人找的住家保姆，我把资料都整理好了，回头发你手机。人是本地人，等团团上学了，你铺子这边又忙，有个人搭把手，你也能轻松点。这事儿还让你惦记着，费心了。跟我还见外。再说团团那么乖，我也疼他。第2件事，我打听了下你说的那个重点小学，片区教学质量确实不错。你要是订了房子，得赶紧办手续，别耽误孩子以后上学。我也是这么想的。铺子楼上也没个正经的活动空间，人来人往的也杂。那套房子带个小院儿，团团能晒晒太阳玩会儿。安保也严，离铺子也不远，开车10分钟就到，两边都顾得上。考虑的挺周全。还有啊，苏青那边你还是多留心。我托人留意了下他公司的情况，对赌违约，资金链断得厉害，估计这阵子焦头烂额的。但就怕他破罐子破摔，拿孩子当救命稻草。你平时接送团团多留心点，最好别让他单独出门。我知道，已经安排了人在铺子和医院附近盯着，他要是敢来，第一时间就能知道。法律文书都下来了，他再闹就是寻衅滋事，真闹起来对他也没好处。说到房子，我约了房东下午再过去看一眼，细节再敲定下。正好你在，要不要一起去帮我参谋参谋？爸爸，沈阿姨，哎呦，我的小团团醒啦，睡饱了没有？刚才阿姨还说要去看你呢。睡饱啦！我刚才做梦，梦见我们住大房子了，还有小秋千。那可太巧了。住家保姆的资料备好了，提防苏青的安排也布下了。下午林凡约了房东看房，带小院，离重点小学近的那种。团团梦里的大房子和小秋千，马上就都有了。只是没人注意到，顶峰集团的行政总厨已经在来江城的路上了。下集有好戏看。雪了，风大，别冻着。知道啦。小熊也穿衣服吗？小熊揣你怀里，团团抱着它就不冷啦。1、2、3。那房子的户型我看了，采光不错，小院子到时候可以围一圈木栅栏，再给团团扎个秋千。